美空军在为与歼20的对抗做准备。F-35是不是真的没资格成为歼20的对手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美国最著名的假想敌中队——美国空军第65入侵者中队开始列装 F-35战斗机。此事被印度的《欧亚时报》称之为美国空军准备与中国歼20隐身战斗机进行终极冲突。前不久，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赫披露说，歼20与 F-35在东海上空有过近距离的遭遇。中国空军的歼20战斗机以空警500预警机的杀伤链组合，歼20飞行员的表现都让美国人印象深刻。用美国空军作战司令部司令凯利将军的话说，随着中国新一代战斗机的威胁与日俱增，我们的第5代战机需要模拟对方第5代战机的战力，而第65入侵者中队装备的这些 F-35战斗机的主要任务就是模拟解放军航空兵部队的飞行训练、作战能力，甚至包括条例等内容，以便让美军飞行员接受真实的与敌方隐身战斗机对抗的训练。在很多人看来，美国空军如果要想模拟歼20，最好的选择应该是 F-22，毕竟 F-22在隐身性能、飞行性能等方面更接近于歼20的水平，而 F-35的定位是联合攻击机，其机动性很一般，甚至都不能算是一架合格的超音速战斗机。那么，美军用 F-35模拟歼20真的是没有资格吗？答案还真不是。美军模拟歼20的真正目的是了解隐身战斗机的战法，也就是歼20的信息化作战性能和协同作战能力。在这方面 ，F-22和 F-35各有不足，但相比较而言，后者反而更合适。F-22与歼20都是重型战斗机，从性能的角度讲，两者的隐身能力处于同一量级。F-22的超音速巡航能力更强，歼20的超音速机动能力更佳，二者的亚音速机动能力基本相当。在作战半径方面，歼20远远超过 F-22，而从技术水平看 ，F-22可就差远了。该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配备分布式光电孔径系统和红外搜索跟踪系统，无法模拟歼20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而隐身战斗机的一个主要战法就是基于被动探测系统来实施了。当两架隐身战斗机一对一的进行空战时，往往是不主动打开雷达的，因为首先开雷达的一方等于主动暴露了自己。使用红外搜索探测装置进行隐蔽接敌，并抢占攻击阵位，获得先敌开火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隐身战机之间空战的胜负。虽然 F-22的隐身性能相当好，但它在被动探测方面的手段几乎为零，且数据链也难以和其他的平台互联，这就等于让该机在单打独斗的状态下处于被动的状态，无法适应隐身战斗机的最新战法。从这个角度看，苏57和 F-22才是同一时代的产品，但苏57起码还配备有红外搜索跟踪装置。相比之下 ，F-35战斗机的机动性能虽然差一点，但其被动探测设备的技术水平与歼20基本相当。它拥有多机联网作战能力，其空战思想与歼20更为接近，比如利用编队内的 F-35发现对方战斗机，制定更适合的空战战术，攻击时使用 A 射 B 导的方式，多架 F-35或 F-35与 F-16、F-15、FA-18EF 联网作战等等。而这些也可能会成为歼20的空战战术。至于说 F-35的飞行速度慢、超音速机动能力差，似乎无法模拟歼20。其实这些飞行性能上的短板完全可以通过更改模拟对抗的参数来还原真实战况。比如歼20因为速度更快，发射霹雳15空空导弹时，其射程就会有更大的优势。那么 F-35在模拟歼20时，只需要在更远的位置上开火即可。通过合理的算法，同样可以给出一个接近真实的交战结果。此外，歼20的留空时间长， F-35的作战半径短，也可以在模拟空战时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者是预先设定。美国空军在摸索与歼20的空战，
中国当然也会做相应的准备和模拟。相比较而言，由于歼20战斗机的技术性能更全面，中国空军如果使用歼20作为假想敌分队的飞机，其优点就非常突出了。歼20可以在不使用红外搜索设备的情况下模拟 F-22，也能在全状态下模拟 F-35，而美国空军只能使用 F-35来模拟飞行性能被有意降低的歼20，这显然就比较吃亏了。未来隐身战斗机之间的空战方式之一，有可能是被动探测、联网作战。F-22在这方面真的落后了，但是我们还不能小看了 F-35战斗机，因为这是当今唯一能够与歼20较量的同时代的产品。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